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你的这一年，你会用哪个词？是一个关键词叫做破界，世界的界啊，打破一些以前的一些界定，或者是大家对我的认知也好。云宁老师你好，很高兴接受我们这个我的这一年栏目的专访。Hello， 新华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刘宇宁，欢迎各位。2025年已经到12月了，接近尾声。这一年，你看你的作品《书卷一梦》，还有《折腰》热播，包括常驻嘉宾的这个综艺，地球超新鲜，还有开始推理吧，开推，对，以及很多部影视剧里都有你唱的 OST， 是对，然后还有音综是吧？对，最近那个天赐，上半年是天赐，下半年是音乐园计划，对对，然后包括还有咱们的这个演唱会，对，很忙啊。是得让自己忙活嘛。刚才说这一年没拍戏，虽然有戏在播，但是一年没演戏了，所以呢，也算从演员又回来当歌手了。然后就想说，我又回来做歌手了，就把这个歌手的这些东西再提升一下，再让自己重新爱上这件事儿啊。怎么样，充实吗？很充实，很快乐。对，就尤其像这种，像我参加这些音综的话，因为很多歌的编曲，然后你都需要自己去有想法，包括后面的原创音乐节目，你需要注入自己的很多想法。然后你在研究这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随着音乐的发展也好，那个各种软件硬件的发展也好，你会发现好像又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你去学习，需要去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会获得一些快乐啊。那这一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收获就是对音乐的这个热爱重新产生了，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唱歌。然后呢，后来到酒吧驻唱也好，然后到那个自己做直播演唱也好，又到后来参加了很多音综，然后回到舞台做 OST。其实做了这么多年，可能会让你有一些麻木。你无论你多爱一件事儿，你重复的去做，会有一些麻木，或者是在对他的想法上没有那么多新的思维了。但这一年，我觉得我又重新回来之后，重新爱上它了。不是说重新爱上它，我可能会比之前更爱音乐了，就喜欢研究。如果这个东西我做出来的东西我很满意，我会好开心。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收获啊。就是有更纯粹的时间，把这一年去投身到这个喜爱的音乐当中。对，包括演唱会的设计什么的，就这些其实都跟音乐相关的嘛。就重新去再开始把它弄得更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充实啊。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你这一年怎么平衡工作和生活呢？我看你还养着可爱的小狗狗，是开心的。首先我觉得第一就是世界不等人，我觉得工作是让我开心的，让我自己忙碌起来，我才觉得好像趁着还年轻这几年奋斗，因为我爷爷从小跟我说趁着年轻多吃点苦，多奋斗，老了不遭罪，这是我爷爷跟我说的话，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心态，就是让自己工作起来反而会让我开心，但是真的是那种疲劳的时候，当然也会感觉累了啊。那今年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一刻，觉得哎呀真的好累呀，就差一点就要坚持不下来的那种，有印象深刻的时刻吗？比如说今天我开演唱会，我连续开了2天之后，马上飞到下一个城市，落地就要去彩排完了回了酒店就化妆马上就要演。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连轴转的这个东西倒不会让我产生压力，我反而是那种怕我晚上演出演不好会让我产生压力，我会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心累。怎么调整？要给自己不断的打气，给自己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在路上也要把它练熟了，这样我让只要你私底下练的够多，你上台就会更加的自如一些嘛。那可能演完出之后，我会马上到网上去看我的演出，看完之后还行啊，可以了，今天没有白费，就是会这样的。我现在在舞台唱完了，我可能回到休息室之后，然后坐车往回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在播，我就在车上看，我就要看今天这个唱的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跑调，有没有不稳，然后看看大家对我的评论是什么，就是有没有说刘宇宁今天唱的不好什么之类的。对，看完之后，比如说我自己认可了，我说可以，今天还挺稳的，我就会感觉好像就放心了，那个焦虑就消失了。年少的时候说开演唱会是你的梦想，是的。然后现在是全国巡演正在火热的进行中。咱们每一次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你谢幕的那一刻，脑海中最先蹦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脑袋比较空白，因为我记得我每一次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是《黑夜一束光》，每次唱最后一句的时候，我脑袋立刻有一个这是这场演唱会的最后一句了，然后我就闭着眼给它唱完了。然后这个时候看着台下，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内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
给的还不够多，这就结束了。他们台底下这些人会不会觉得这个钱花的好像没那么值？会不会？我会有这个焦虑。回去之后，我可能就会在网上刷一刷，看看大家的反馈，今天开不开心啊？今天这个感觉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好的地方？对他们因为什么而感动，因为什么而难过，或者怎么样的？我会去看看观众的反馈。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就是非常敏感，非常敏感。但是我装作不敏感，装作很大气，装作无所谓，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能看出来你很在意自己的一些表演，自己的作品有没有让粉丝们、观众朋友们得到一个满意，然后也很在意他们的这种反馈。对，当然，一定的，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是一个自嗨的事儿。但你做演员也好，做歌手也好。你真的喜欢音乐，如果你不在乎听众的感受的话，那你就别发呀。观众其实是最重要的，观众也好，听众也好，他们是最重要的。你演戏，观众所喜欢你的角色，为什么喜欢你？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剧？你一定要知道他们喜欢什么，这是一定的。不能自嗨，我是告诉自己的。所以我很在乎大家对我，作品的反馈和感受，这是我很在乎的。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哪一场演唱会？比如说服装啊，或者舞美设计，纳入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想法。我会很随机，比如说今天我可能会因为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或者是网友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会改变今天的一个表演方式，或者是说的话，在台上的互动。我每一场到了那个走马那首歌，我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天我就没想到有什么变化，我想说那今天依旧弹着琴上来。但是那天我突然刷到一个视频，就是当年我在街边唱的那个时候的我也唱这首歌。然后观众就会，我就在想，那个时候的我会想到今天吗？我应该想不到，做梦都不敢想。所以呢，那天临时我跟导演组说，我说你们就给我找个电脑桌，给我弄个显示屏，给我摆台上，给我到时候哐给我升上来啊。然后呢，我唱一半的时候，呱走到台前上，就是那种好像有一种6年前的我在这儿可能对着电脑去唱，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到今天能够走到一个演唱会的舞台上的那个我可能会更有感受，就会很随机。我的想法就比较的天马行空啊。这个想法是实现了，对吧？实现了哈。非常的梦幻联动啊，跟6年前的自己是会有这种感受。这一年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哪一次网友的一些质疑啊，或者负面的一些声音，让你很崩溃的时刻？我今年真的一点不崩溃。我去年很崩溃。我去年其实我自己回想，可能因为接收到很多新的那种负面的东西，是我以前没有接受过的所以会很崩溃。但今年我不知道，可能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也好，或者是经历的事儿多了之后，我觉得今年所有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我反而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比如外貌上的东西啊，或者是出身上的东西啊，我反而觉得这些东西是我的骄傲，不是说自己自傲，是觉得我好像对这些东西没有感觉了，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谁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我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了。就像我之前说的一个话，就是以前我总想证明自己，你说我不好不行，那我拼命。我刚出道的时候说我是网红，不配上歌手，我就拼命的证明自己，我就发歌，一年发好多歌。现在我几百首歌在平台上了，你说不说我是歌手都不重要了，因为我知道我是歌手了。因为那个时候说我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作品嘛，那可能大家说，刘宇宁你不适合演戏，但是我演了4年也好，4年半也好，5年也好，我现在不需要你跟我说我是不是演员了，因为我的剧就在那儿，大家的喜爱也好，或者是不喜爱也好，那都就在那儿了，所以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是不是演员，我能不能做演员，能不能做歌手了，所以我到了现在就觉得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了，我就是我了，我想做什么就是做我爱的事儿，做我喜欢的事儿。其实就是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一个自证。对的，对，是的。那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你自己内心在强大的一个过程。可能是，我觉得应该是好像强大了吧，我不知道。如果可能又有大量的负面来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承受，但是我相信肯定不会比之前痛苦。也说明你更专注了。当一个人专注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的时候，他往往内心会很强大，也会增强自己面对负面的一些攻击的能力。我觉得是，就像我最开始想的是对的，你强大源自于哪儿？不是那些所谓的热度也好，是你的作品，就是你拍的剧也好，歌也好，是这些东西给你的底气。所以就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的作品会给你底气。当你面对一些质疑的时候，你那些做过的、用心做的且大家所喜爱的东西就会替你证明，就会保护你。
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就反而会感叹，有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问的说，哎，会不会觉得累什么的？我觉得那些累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些东西，你的作品保护了你。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立下过一个，比如说我要到年底的话，完成哪些年度目标呢？有啊，今年开始就是说，今年好好把演唱会开了，现在也算到年底了。我觉得演唱会开得挺顺利的，也挺好的。通过各方反馈也好，或者是我那些歌迷的他们的喜爱程度，我觉得这件事做成了，像今年算是比较满意的。包括一些音综啊上面收了很多歌，其实我的目的今年也是回来做音乐嘛，可以发很多自己喜欢的歌，也达成。那你今年的几个成就感？就是首先演唱会嘛，演唱会很棒，然后第二我做的歌很开心，而且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我很开心，我获得开心这件事也会让我有成就感。包括像我做歌手以来，我就开始研究东西，研究软件、硬件、麦克风，哪个歌手用什么麦头，我知道每个麦克风的特点。以前我是完全不懂的，也不是学音乐的，但今年我会更加研究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包括耳机、麦克风，因为这都是你作为歌手你的工具、你的兵器。我也有拍戏嘛，我就把这些东西当做我的兵器，包括麦克风。今年我还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我专属的麦克风，就会很开心。我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寻找它的，哪怕是配色，哪怕是它的装饰，那些都会让我获得成就感，获得快乐。今年更多的是找到了让自己获得快乐的方式，这很重要。其实这样能给自己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是的，一定要有情绪价值，否则你就觉得那个东西都是日复一日的工作，那会让你很疲劳，你干什么都没有动力啊。所以你现在是相当于把这种真正的把这个工作跟你的热爱等同在了一起。是，所以这一年是相当的充实，很充实，然后也是相当的快乐，相当的有成就感。对，我笑容都多了，那个眼袋都小了，对，就会有这种感觉啊。说从当初在丹东街头唱歌的你，跟现在比如说登上各大舞台，哎，你觉得自己改变了什么？我觉得什么也没变。我说的什么也没变，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在想啊，我当年可能6年前在街边唱歌，我今天在某一个舞台上唱歌，我真的比当年唱的好多少吗？一定会有一些进步。我的这些经历让我不断的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比那个时候的刘宇宁多了很多机会，更加知道音乐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自己喜欢的，可能找到了方向而已。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总喜欢，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我可能告诉自己也不要去变，就是我永远是那个面对我喜爱的东西是纯粹的那个我。我觉得那个是最珍贵的，哪怕是那个傻傻的我，哪怕是很单纯，外人看起来很傻很幼稚的那个我也要保持它，我也要做那个他啊。其实这也是你对“永葆初心”这个词儿的一种理解吧？是的，是的。那你觉得自己就是又有什么是始终没有变呢？始终没有变，劲儿吧，就是那个不服输、不认的那个、不认命的那个劲儿。我就是有很多时候我就会说一些凭什么、为什么？我觉得我为什么做不好？我为什么不行？不可能不行，我可以的。我觉得那个劲儿是最珍贵的。我可能不太会让自己摆烂的那个，我觉得其实是最珍贵的。那你觉得现在的刘宇宁是必然的，还是说它是偶然的？我觉得是偶然，一定是偶然，没有什么必然。我觉得其实大部分是我的幸运，我刚好拥有了这份幸运。我就觉得可能比我努力、比我优秀的人更多，但是我能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很珍惜。演戏和唱歌哪个是你的舒适区？现在而言，我觉得可能唱歌吧，因为毕竟可能年头是会稍微长一点，然后也经过了很多磨练，比如之前小的时候在艺术节上唱，给班级的同学唱，然后稍微大一点呢去酒吧去驻唱，然后呢再那个大一点呢去网络上给人家唱，那到了后面呢又去了更大的舞台，各种综艺上，包括一些晚会上去唱，可能对我的训练更加的丰富因为他的从事这个行业的年头比较长，会舒适一些。但是可能在影视剧方面，我还有很多角色没有饰演过，很多桥段没有去感受过，很多人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对，可能这个还会挑战会大一些。所以它更像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然后在等着你继续去探索。对。那你觉得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让你持续去坚持的一个点，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是好玩，它真的会让你经历不同的人生。我觉得演员很幸福，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是刘宇宁，那我可能这辈子从事歌手的行业，我就是过刘宇宁的一生。
哪怕失败也好，成功也罢，就是刘宇宁的一生。但是你去饰演一个角色，比如说宁远舟这样的一个人生存在古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他的从小是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呢，他的这个工作上给他带来什么困扰？他人生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在跟这些人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怎么样去解决它？这些桥段也好，经历也好，就像让我做了一场梦一样，而且你是真真切切、实实在在那4个月沉浸在那个角色里，然后你去经历他的人生，经历他的感受。而且演员一生不可能只演一个角色嘛，你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角色，哪怕他是坏人，你可以经历一个坏人的人生是怎样，会让你脑子里很丰富，就会很嗨、很开心，就觉得这是你的偏德啊。也会其实也是有一种不同体验人生，好像有了一个那个体验卡一样。对，体验卡，你可以经历不同的人生，然后又可以遇到不同的人啊。有非常多很多支持你的粉丝，然后粉丝也是你坚实的后盾，那你觉得作为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然后面对大量的粉丝的话，你觉得这个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6年前的刘宇宁和现在的刘宇宁有什么区别？区别是因为我有了这些歌迷，我觉得啊，所以我一直很感谢他们。我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接更多的工作，才有更多的机会，才有更多人认识我，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算扶持着我走到今天嘛。那很多年之前有想过说，今天我会有这么多喜欢我的人吗？那不会啊，当然想不到。有没有最想分享给粉丝们的一句话或者一段经历，来对他们起到一个鼓励呀、激励的一个作用？想跟很多哪怕正在上学或者正在工作的朋友说，就是比如像我以前就总做过厨师也好，或者是在酒吧驻唱过也好，或者是当过服务员卖过衣服，端过盘子，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经历。只要你要有你想做的事儿，你坚持你的梦想，一直为之付出努力，花时间去研究，我相信总有一天都会成功的。有梦想的人都是了不起的。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没错，一定的啊，一定得坚持梦想，很重要，很重要。你觉得就是追逐梦想的这条路上最重要的一个必须保持的一个本质是什么？不能忘了你来时的路，保持一个谦虚学习的一个心，这是一定的。我觉得我有时候会自己，我刚才说了，让自己获得成就感，让自己获得快乐。我觉得我会不定的给自己称赞，反而这种东西会鼓励我。比如像我遇到一块参加节目的一些老师们，哪怕他是歌手，然后我们不说具体名字，可能他出道的年限没有我长，或者是音乐作品的所谓的成功啊，所谓的播放率的成功没有我棒，但是我依旧会把他的演唱拿出来去学习他的唱法，我依旧会学习他。我说，他这个唱得很好，他怎么唱的？我要研究，我要向他学习。我甚至会给他发微信问他，我说这个你怎么弄的？这怎么搞的？我不懂的话，我从来不会说，好像我要好面子，我不去问 no， 我问任何人。站在年终的这个节点，展望2026的话，你对自己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我能够在音乐方面找到一个另外的领域。我最近也在做这件事儿，我就想说，好像大家对我的固有印象就是只能唱这方面的歌，或者我比较擅长这方面的歌。我可能在明年的音乐方面，我要做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自己，无论唱法、音色、风格全部不一样，这是我想的。那可能在演员上，就是想要去尝试一些以前没有尝试过的题材，无论从演技也好，从诠释角色的能力上也好，就是都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你希望明年的现在的时候，大家去评价演员刘宇宁或者歌手刘宇宁的时候，对你有一个怎样的评价呢？他竟然还能进步，就是我觉得就很开心了。如果要给你个机会，让你直接嗖一下穿越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面对明年的自己，你可能会对他说个什么？明年我可能就是称赞他吧，我一定是称赞他，说他很棒。但是其实我不想嗖的一下穿越到明年，因为那个结果的那种成就感是很短暂的。我特别享受过程当中的成就感，我想经历这充实的一年，每一个工作带给我的成就感，每一件让我觉得自己很棒的一个瞬间的那种成就感。其实还是更享受这样的一个追梦的成长的这个过程。是的，因为只有你追求过程，你才不知道你的终点在哪儿。那新的一年马上也就要到了，对一直支持你的、喜欢你的粉丝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说几句话吧，寄语。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喜爱，然后当然也希望，过好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人生最重要，感受一切，去做你开心的事儿，然后也希望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业有成，一切顺利。